你就停这儿就行。稍等一会儿啊。我已经到门口了啊。好。终于来了。来上车。怕麻烦，然后你还找我？怎么？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有个大哥能罩着我，还不能不？哎呀，我在开车呢，注意安全。哦。大哥，今天过节不陪嫂子，回去不会跪键盘吧？老夫老妻了，过个生日都想不起来，哪像你们年轻人呢？哦，对了，我交了个男朋友，一会儿咱们吃饭，他也来，你帮我把关啊。行啊，你这速度够快的啊！他哪人呢？静海人，自己在这儿开了间酒吧，说是还想让我当老板娘呢，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回头让嫂子帮我查查。行啊，没问题。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夜店啊！对了，你们静海夜店太好玩了，下次咱俩去啊！哎呀，你都要当老板娘了，你还找什么工作呀？男人啊，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你在哪儿呢？我在老白家。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我昨天跟老白在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东北人嘛，都热情。我觉得他很仰慕你。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毛在，身手矫捷啊。说啥呢？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砸我事儿小，砸他，耽误进度可麻烦了。您好，静海酒店。您好，我想补开一张发票。哦，可以，请问登记人姓名？简佩然。麻烦您开好了，给我放在前台吧，回头我去取。你在忙什么？还不是公司那点事儿。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张房卡到底什么来头，但肯定跟我没关系。如果你的行为跟你所说的一样清白，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我承认，在东北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动过心思。你很优秀，又是大律师，但男人嘛，总是要面子的。你现在与其揣测他，
你不如真正的关心一下他。我不是来听你教我怎么做一个妻子的。我只是为我曾经的朋友说句话。你很骄傲，每天穿的也很体面，你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但你毕竟是女人，要学会示弱，让男人有存在感的。简佩人在你面前只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他没有任何存在感。是你认为？反正呢，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小云，车钥匙给你。你回来啦？啊，有朋友。这是我老公。你好，哦，你好，要喝点什么吗？不用谢谢。我先上后面忙着。你去忙。不管你信不信，我和钱总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们还有了这家店。我不需要给自己找不痛快，我先去忙了，有需要再叫我。小冉，今天公司加班，我晚一点回去。钱总，你跑酒店干嘛去了？嫂子刚才来找我了啊。你家这后院可是要起火的，你赶紧回家去吧。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回来了。小冉，你还没睡啊？啊，哎呀，公司临时有事儿，非要把我叫回来。昨天在老白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我现在去洗个澡，我2天没洗澡了啊。喂，姐，你没什么事儿吧？啊，我挺好的。你怎么啦？嗯，那就行，我没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律所有什么事啊？律所也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吧。哦，我挺好的，没事啊。那你早点休息，行，明天见。明天见。啊，回来了。啊，洋洋呢？啊，去奶奶家了。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佩然，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好好聊聊？怎么说呢？我原本想着这次去东北，能够改变一下我生活中的状态。可是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天灾人祸，没办法。现在工作丢了，就接着找新的工作了。我之所以没说，是不想让你和洋洋替我担心，我也不希望太难看。可是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还有啊，大猫来静海了，他在这儿什么人都不认识，孤苦伶仃的，他就找到了我，我就帮他在酒店开了个房间。谁让我是他以前的领导呢？我跟他之间除了上下级，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这点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直接问他。妈，这儿呢。哎呀，妈，系上安全带啊！好。妈，手机借我一下。干嘛呀？我手表丢了，借你手机定个位，留下来小证据。要是有人捡到不还，妈妈帮我告他。什么手表啊？就爸爸送我那个。静海大酒店。我看。洋洋，要不你先上你奶奶家待会儿去，妈妈忘了还有个客户需要见呢。我才不想去奶奶家。哎呦，来吧，小美女，今天你妈让我照顾你啊。我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不能多吃。我看你挺开心的呀，这些怎么就是垃圾食品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难道我吃的都是垃圾啊？我妈说外国人都是西方味。我是中国人啊，我也是中国胃，我还是你舅舅，吃吧啊，没事儿。奶奶说特别可怜。我怎么可怜了？奶奶说的，又不是我说的。她为了你，还特意跟我爸说过，让他别乱来。你是因为在叛逆期啊？你还是天生缺心眼啊你啊？才没有。什么都敢乱说。谢谢。你好，你好，能帮我房间送份水果吗？请说出姓名和房号。姓名是简佩然，简单的简，充沛的沛，然后的然。房号我还真的记不清了。啊，那这样，请说出房客身份证的后4位。3517。好，请稍等。1909号房是吗？啊，对对对。好，请稍等，水果一会儿给您送上去。谢谢。
怎么样？吃饱了吗？还可以。什么叫还可以啊？你要没吃饱你说啊，今天舅舅管够的。吃的够够的，就是我有点不快乐。吃这么多你还不快乐？这可是你千载难逢吃垃圾食品的机会，你有什么不快乐的？我说的不是吃的，我是说我爸，他好像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啊？我之前就和我妈说过，让我爸别去东北。现在他回来了，我都没见过他几面。忙吧，可能。他们俩都忙吧，那和不回来又有什么区别？以前是我妈不回来，现在两个人都不管我。可能两个人都挺忙的吧。你长大了啊，多体谅体谅。那他们多大了，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别委屈了，别委屈了。您好，1909，您点的水果到了。您好，先生，您点的水果。我没点水果呀。小慧啊，是你点的水果吗？我没有啊，那你让他拿进来吧。哦，好。啊，给我吧。好，谢谢啊。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对吗？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送你一个小礼物。我老了，嫌弃我了。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吗？我去开门。谁啊？谁啊？谁啊？他来了。
床单被套我都给你换新的了，早点休息啊。宋律师，我想了一想，我们还是真的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上次就算了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所以，咱们还是别搞了吧。小玉，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让酒店给你公开道歉，还你一个清白的。但是前提是，你要相信我。小玉，这件事错不在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而且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帮你呢。早点休息。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出来。宋律师，我想过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还是必须得告。如果咱们不告的话，我一辈子就背负着污名了。小玉，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明天再说，好吗？小玉，你放心，我们大家肯定会帮你讨回个公道的。如果说世豪酒店真的不跟我道歉的话，真的这辈子就是我的错了。我理解的。你们知道吗？其实当初去那个酒店，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他非不听。现在我真的很后悔。你知道吗？我今天不是故意要说乱七八糟的话的，我只是这几天吃不好，我睡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种话，但我决定相信你们，我明天。多久了？不是你想象这样。我想象的哪样？小冉，你能别这样吗？我知道错了。再说，曹慧也没有想过要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也没有想过我要离开你们。我还要感谢你对我的珍惜，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小冉，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以后我跟他不会有任何的联系，我的心里只有这个家，一直在你和洋洋身上。洋洋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觉得恶心。小冉，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冷静一下。我也没有想到，我跟曹伟会走到这种地步。我只是希望，我们现在能把伤害降到最低。蒋律师，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上次家里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不用客气，都是我该做的。蒋律师，如果想打离婚官司的话，原告需要做哪些充分的准备呢？离婚官司啊？咱俩要成竞争对手了吗？啊，没有，是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婚姻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想咨询你一下。离婚案呢，跟其他案件不太一样，涉及的东西也比较复杂。当然，我需要知道你朋友的诉求是什么，是财产还是孩子？如果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做胜算会更大一些？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吧。委托人是无过错方吗？如果是，那他就需要准备好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其他的基础资料呢，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过往纠纷的文书及证明材料，财产情况说明。如果有过伤害行为，就需要出示医院的救治诊断证明。有孩子的就要提供孩子的一切相关资料。啊，那以你的经验，一定要走到上庭呈现证据这一步吗？和解的情况多不多？我想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面对这些。我的朋友应该也想低调地处理这件事。可惜经验告诉我，一般走到这一步的婚姻，大部分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转达你的朋友，一般涉及到孩子的抚养权，有80%上庭的可能性。这些流程你不都清楚吗？啊，是，我会转达给他的。如果有需要，欢迎随时来找我。一定，谢谢。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请让他尽快搜集有力证据。陈科，哎，姐你来了啊！洋洋我送到学校了，你放心吧。谢谢。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精力照顾到洋洋，还得拜托你。没事儿，姐，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就行，我随时待命。师傅，天大的消息！程泰挖走了我们律所一个高层，肯定是白律师。不可能的，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吧？怎么不可能啊？师傅，你不是跟蒋律师是平票吗？白律师心里不乐意，所以肯定咽不下这口气，直接就走了呗。绝对不可能，这是真的。啥意思啊？回头。对不起啊。程泰的钱他也不靠谱啊。哎呦，你干嘛毛毛躁躁的？哎，我想你不知道。真的？师傅，是唐主任。唐主任去了程泰。那宋律师呢？那为什么不来了呀？你别担心，有我在呢。那宋律师在干什么呀？他今天有事，不方便过来。为什么不方便？
我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小玉，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不相信我有打赢官司的实力？行，那我自己去好了，反正要输的官司，我自己去就好了。哎，为什么说这个官司是要输的呀？因为你不相信我呀。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这个官司就等于输了一半。哦，我相信你。行啦，我相信你。那你就把眼泪擦一擦。一会儿上庭之后，被告看到你哭会非常的高兴，法官呢也会把你赶出去。所以为了自己，也要忍住。别哭了，啊。准备好了吗？走。审判长，我方认为酒店没有侵犯原告的隐私权，和解协议不属于个人隐私权的范畴，仅仅是酒店与会员签署的一份普通协议，应当属于个人信息范畴。隐私是自然人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信息。原告之前的亲密视频已经被流传，已经经历了一轮的舆论，自然不希望和解协议又被公之于众。举例来讲，个人房产工资单是个人隐私信息范畴，这些如果被泄露的话，均会认为是侵犯隐私权，所以和解协议对于原告而言更是不愿意泄露。酒店公开个人信息没有错，酒店是基于商业等因素考量，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去处理会员信息。请审判长注意，刚刚对方律师已经明确了，是被告故意把和解协议公之于众的。该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6条所称的侵权行为。原告再一次引发的舆论，与酒店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视频不是酒店公开的，是第三人公开的。假如第三人没有公开视频，酒店公开了和解协议，也是不会产生这样的舆论事件的。也就是说，根本是来自于视频公开，和酒店无关。被告公开和解协议，导致原告再次陷入网暴，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6条所要求具备的构成要件。退一步讲，即使和解协议不是个人隐私，而是个人信息范畴的话，按照一般法理，被告处理会员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显然，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公开和解协议，被告应就其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我想代表我的当事人做最后的陈述。可以。许律师，你可以开始了。姐。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在我做最后陈述之前，我想请法官、对方代理律师、各位旁听人员，还有我的当事人，看一下以下这组照片。可以。你是代表哪一方？不好意思，我是许律师男朋友，过来旁听的。肃静。这些照片虽然做了部分的马赛克处理，但是从最后一张照片可以确认，照片中的女生就是我本人，许杰。
肃静。2019年4月份，清安，曾经相爱的一对情侣在酒店时，男方用手机拍下了这组照片。本以为只是两情相悦时，却不止。此后，男方竟以不可述之理由，将这些照片发到了网上。我许杰就是这个故事的受害人。我反对，照片不是我发的。法庭辩论已经结束了，原告律师不得再提供任何证据。况且原告律师刚才说的和本案无关。原告律师，法官，以上陈述不仅关乎我的委托人，更关系到很多与本案相关的人士。原告律师，请尽快进入本案最后陈述。根据大数据显示，仅2019年至今，网络侵犯女性隐私权就高达所有网络报案率的33.97%。但是，同样的大数据显示，此类案件的撤销率竟然高达63.6%。为什么要撤销控告？因为我是女人啊。因为害怕看到那些网络留言，身材这么差，还怕被曝光吗？自己穿成那样，活该这个下场。是荡妇吧？这个女人是自己想要炒作吧？以上这些话，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因为这样，害怕已经遍体鳞伤的自己再次被众人的口水所淹没，而放弃了控告。这还不算哀伤，真正的悲剧是，因为那个你曾经爱过他，允许他掌握自己隐私，却还在网络上散播自己隐私的男人。我反对。原告律师，正因为被告的不当行为，才导致我的当事人甄小玉女士受到了网暴。她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世豪酒店的管理失职，导致了私密视频被公开泄露，而在网络上遭受了铺天盖地的谩骂、指责以及诽谤。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后，被告又故意公开和解协议，令我的委托人再次受到网暴。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承受的事情。所以我的当事人曾经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想要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这中间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网络上的暴力。那么请诸位想想，是谁再一次将我的当事人赤裸裸地放到了网上？世豪酒店的这种行为和网络上的恶语相向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世豪酒店的所作所为比网络上的恶语相向带给我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希望世豪酒店以后能够加强管理，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还有，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的当事人，还是大数据里面33.97%的报案女性，再或者我本人身上。以上是我的结案陈述，我讲完了。休庭，择日宣判。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试着情绪在交替，夜色不言语，像是否轻轻耳语，谁不曾放弃交换的谜语，真正的勇气。
是因为可怜我吗？嗯？可怜我？原来这个女人也不过如此，被人扒开过漂亮的衣服，随便被人丢弃的可怜角色。需要吗？你是那种需要被别人可怜的角色。那我需要什么？需要。家里有点事儿，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哎呀，说不好意思，人是我，占用了你的休息时间，没耽误家里的事吧？比起家里，工作更有意思。江律师，还记得上次在电梯里，我跟你咨询过离婚的问题吧？你朋友没来吗？是我。我要离婚。你先生，我之前在年会上见过，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吗？对，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问题，无法弥补的。如果将来上庭的话，我想能请你作为我的代理律师。离婚案之前你和陈主任也处理过，步骤你都熟悉。那这一次，我需要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我的诉求，什么都不重要。我希望能够确保将来我的女儿跟我一起生活。选择离婚也不全然是坏事，尤其是如果不是健康的婚姻关系的话，孩子也挺痛苦的。我只希望能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只要是离婚，对孩子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伤害。不过，最重要的，他知道你爱他就够了。对。现在你是我的客户，既然你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比方说，对方在婚姻当中的过错，或者是经济有没有问题？作为同事，我不会去打探你的隐私，甚至还会尽力保住你婚姻的体面。但是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我希望你知无不言。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孩子知道。如果对方拒绝和解，孩子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在调解的时候，我会跟他聊一聊。这段时间呢，我建议你先把孩子送到你妈或者是亲人那里，因为你不能保证对方会做出什么。知道。有些人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欺骗。我们固执地践行着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理念，
守护着无论生老病死，都将执子之手的誓言。我们乐意维系着这些幸福，不惜一切代价。可是身处其中的我们，真的幸福吗？没有人问起，答案就变得不太重要。一直到所有努力维系的平静，有一天付之一炬，生活鲜血淋漓地向我们展示它的背面。我们的交汇是不期而遇的美，人山人海间也明媚，随梦到放飞，吹散来时的尘灰，了然故事结尾，和你奉陪，丢在过往淡出的虚伪，排除蔷薇，有爱。但还好，总会有希冀，终会有希望。喝点水吧，姐。谢谢。你还好吗？不太好，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我得给你添麻烦了，还没有想好怎么跟我妈妈开这个口，也不能带洋洋去住酒店，你也知道这个时期的孩子比较敏感。没事儿，姐，你就住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住，我一点都不麻烦。其实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一直都在努力做我自己，想做好我自己。可是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姐夫失去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损失。你放心吧，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会站在你这边。谢谢。你能先回来吗？我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当着面坐下来好好聊聊。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确实应该千刀万剐。小冉，我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没有信任的婚姻是维持不下去的。斐然，我们都面对现实，好吗？我错了，真的，我知道错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先回来。你也请个律师吧，我们约个时间，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了。非要闹成这样吗？
该说的说了，我也解释了，可没用啊。那瓷碗摔破了，再怎么补它也漏水啊。你们这日子还得往下过，不能光过年轻啊。这洋洋都这么大了，为了洋洋，他也不能走啊。我就怕他说的离婚，不是嘴上说说的。你现在知道怕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当初惹祸的时候，你就没想到今天呀？算了，我去找他谈谈，他怎么着，也得给我这婆婆点面子吧。一会儿接了洋洋，我先带她回家，你们俩好好聊聊。这么大人了，也不能总住在他弟弟那儿吧？再说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他又不是亲的。小冉，裴然都跟我说了，为这事儿我打了他，他不对，让你受委屈了啊。妈，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吧。这怎么能算你们自己的事儿呢？两个人结婚了，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洋洋一会儿就放学了，我不想让孩子看见咱们在这儿谈这个问题。是，别让孩子看见，家丑不可外扬。这么着，一会儿啊，你先回家啊，都这么大人了，懂点事儿。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两口子回去好好谈谈，什么事儿在家不能谈开呀，是吧？不知道佩然跟没跟您说，我把离婚协议已经给他了，您也可以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马上签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走法律程序。怎么就离婚了呢？这至于吗？这两口子这磕磕绊绊的很正常。再说了，你这岁数离婚了，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呀？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不管以后我还能找什么样的，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们家佩然他错了，他让你受委屈了，是他不对。再怎么着，那你说这过日子的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呀？你说我一女人，我自己单了这么多年，我自己过日子，可我有佩然这么一大儿子呀。你说你离了，将来这个洋洋嫁人了，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怎么过呀？妈，这都是为你好。这是您认为的婚姻吧？在我这儿不行，我忍不了。哎呦，我说陈冉啊，你怎么油盐不进呀？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有什么忍不了的呀？那再说了，你们陈家那么多烂事儿呢，我们家佩然不也都忍了吗？我已经决定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这么难看，好不好？对啊，阿姨，咱们就别在这说这个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别在这儿讨论。我们家事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们都体面一点吧。体面？你这么大岁数，女人离婚你体面吗？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就体面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来做主，行吗？可以吗？陈冉，你非把我逼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洋洋必须跟我回家，他姓简不姓陈，知道吗？奶奶，舅舅，洋洋，走，跟奶奶回家啊！妈，哎，洋洋，哎，跟妈妈回家，来，跟妈妈回家，跟奶奶回家，洋洋，洋洋，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啊！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别在学校门口闹了。你躲开！洋洋，跟奶奶回家。没事。陈冉，你把洋洋给我，你把洋洋给我，你别把我逼急了，你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妈，有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吧。说什么呀说？你们老陈家，入狱的入狱，受贿的受贿。抢骨灰的抢骨灰啊！你们竟然还抢上孩子了啊！你们老陈家要干什么呀？你们老陈家造这些孽，你们不知道吗？好了，阿姨，好了，回家吧，别在这儿说了，行吗？妈是谁呀？他们认不认你还是回事呢？
我们家的事你管着吗你？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敢动手啊！哎你陈哥家干什么？你妈，快走开！让我们走。走，走，走，这边人怎么走？妈。着点儿。怎么不换手？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吧，所以我觉得你也是我的家人。谢谢你啊，姐，我又给你添麻烦了。现在洋洋怎么办啊？说实话，我是最能跟他感同身受的了。对于孩子的影响来说，好的分开，或许要比畸形的在一起要强很多。我会跟他好好谈的。别操心。舅舅已经给你爸打过电话了，说你回我这儿了。上个星期 ，James 拿了2包棒棒糖到学校，他自己留了1包，另外1包给了 Jennifer。我跟他生气了，不理他3天。原本就是想逗逗他，结果后来他每天给我带巧克力。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就和他和好。妈，你也能和爸爸和好吗？我跟你爸爸之间的事情，不像你们之间糖果那么简单，懂吧？今天不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以后保证不会再有，好吗？爸爸去东北之前，我怎么和你说的？我就感觉不好。是爸爸犯了什么大错吗？你就不能原谅他吗？我已经请了我们律所的蒋律师，可能会上法庭。我就是担心洋洋，这对洋洋来说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你既然决定离婚了，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的感受。对方是不是真的做了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情，或者是背叛和伤害了你？至于我和洋洋的感受，固然重要，但是婚姻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日子是你在过，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考虑我和洋洋或其他人的感受，去维持一个支离破碎，或者是毫无感情的婚姻，明白吗？就我对你的了解，就你的性格，你既然能做这样的决定，
绝对不是随性而起。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我实在是怕你将就，怕你过跟我一样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决定牺牲自己，我必须要提醒你，将来洋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未必会感谢你。谢谢妈，还有这么多年对我的保护。不过无论如何，我希望洋洋的抚养权得在你的手里。这也是我唯一的诉求。既然决定离婚了，那就得开始新的生活了，一切重新开始。我准备给你找几个好的私教，你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身材。太瘦了，要练练肌肉。看我，我要让他们知道，我钱秋晴的女儿，即使是离婚了，照样有市场。